2024年12月10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官方频道发布了一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讲话。在这段5分多钟的视频里，泽连斯基讲的乌军人事变动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网友的目光更多的放在了泽连斯基背后的那面墙上。除掉那个引发大量讨论的库洛米不谈，这一整面墙上的徽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狼的形象，有几个看上去几乎完全一样，仿佛是某种奇怪的三消游戏。实际上，这些狼头徽章都代表着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因此，今天我们将聊一聊乌克兰特种部队的那些事，以及曾经最精锐的乌克兰金雕特种部队突然被解散的那些八卦。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乌克兰的特种部队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防部下属的特种部队，其定位类似于大名鼎鼎的三角洲和海豹等，受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管辖，属于乌克兰的5个独立军种之一。另一类则是特警类型的，类似于洛杉矶的 SWAT 特警、德国的 GSG9 等，因为他们从职能上来说算是当地警察或者是政府职权部门的补充，因此他们所属的单位也不尽相同。例如基辅的蝎子特种部队隶属于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专门负责保护乌克兰的核工业等重要目标。阿尔法特种部队隶属于乌克兰安全局，在俄乌冲突之前专攻国内特种任务，多年零伤亡。此外，还有隶属于乌克兰边防的第10机动边境支队，以及隶属于乌克兰警察的快反部队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首先，我们来看看隶属于乌克兰军方的特种部队。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是乌克兰5个独立辅助军种的一部分，简称 SSO， 其标志是一只系着金腰带的银狼，下辖的单位的徽章也大多采用狼或者狼头标志。SSO 徽章的下方铭刻着这支部队的格言：我来找你了。这是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名言，他曾在10世纪击败了保加利亚和突厥人，是东欧各民族传说中的战争英雄。2016年，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正式成立，归属国防部管辖。不过，乌克兰军方特种部队的历史要比这个日期早得多，因为从血统上来说，乌克兰特种部队是从苏联驻乌克兰的格鲁乌特种部队继承过来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当时的苏军军情局格鲁乌散落在苏联的各个加盟国当中，而乌克兰作为当时的苏联东部屏障，拥有整整3大军区，军情局的规模自然也不可小觑。尽管苏联解体后，多数乌克兰部队都被裁撤，但仍有少量精锐部队集结在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之下。2007年，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克里琴科表示，乌克兰正式成立了特种作战部队办公室和训练中心，并开始与美国特种部队接触，进行共同训练。然而不知何故，在2011年的时候，乌克兰国防部决定在新的军队改革中裁撤掉特种作战部队。接下来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事件了。2014年2月底到3月初，在普京的授意下，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一群戴着面具、制服上完全没有标记的小绿人。虽然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这些绿衣人并非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成员，而是从乌克兰军队手中夺取武器的当地民兵，但他显然在说谎。这群绿衣人身上虽然没有标记，但身上穿的、戴的、用的全部都是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最新款。除非是克里米亚民兵有能力长途奔袭上千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俄罗斯的军火库，不然这群人必定是精锐的俄军空降兵。当然了，这个时候大家也会问，乌克兰的特种部队难道就没有在克里米亚危机时期出现吗？实际上，乌克兰特种部队确实在2014年露了面，但他们其实还不如不出现，这点我们后面再聊。先来看看克里米亚后乌克兰特种部队的发展。随着克里米亚危机告一段落，乌克兰政府也在混乱之中积极做出改变。首先就是2014年9月，新上任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签署了一项国防法令，其中就包括了要求乌克兰国防部加紧组建乌克兰自己的特种部队。2016年，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在乌克兰总情报局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并在不久之后移交乌克兰总参谋部管辖。作为乌克兰和北约的伙伴关系框架的一部分，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完全参照了北约反应部队的模式进行训练。2019年，乌克兰的第140特种作战部队通过了北约认证，并成为了北约反应部队的一员。所谓的北约反应部队是北约各国组织的一支高度战备的快速反应部队，其作战力量来自于北约各国，也有少部分来自于非北约成员国，例如我们刚刚说到的乌克兰，以及同样被俄罗斯人入侵过的格鲁吉亚。虽然这支部队后来在事实上成了威慑俄罗斯联邦的有效欧洲力量，但在大部分时候，北约反应部队的工作都是人道主义救援，例如军事训练以及反恐安保等。
例如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的安保，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救灾，以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震后的救援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约的这支部队存在感都不高，一直处于一个友善邻居蜘蛛侠的状态，直到克里米亚危机后才逐渐提高了战备等级，尤其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高度战备联合特遣部队，迅速以欧美老牌特种部队为蓝本组建起来，形成了一支以快速反应和先进技术为特征的精锐多国部队。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后，北约反应部队更是进一步扩充到50万人的编制规模。乌克兰特种部队被 NIF 接纳，无疑代表着乌克兰的特种部队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层次。目前乌克兰的特种作战部队下辖多支不同用途的作战部队，例如游骑兵司令部显然是仿照美国的第75游骑兵团设立的，理论上来说主要负责在敌对或敏感环境，也就是战场上执行直接的突袭行动，夺取机场、人员营救、秘密渗透等。不过考虑到这支部队的建立时间并不久，战斗能力上来说还是无法与正牌游骑兵相比的。然后是抵抗运动司令部，这是一支在克里米亚危机后建立的秘密部队，主要负责统合协调组织俄罗斯占领区的敌后活动。例如2022年4月的黄丝带行动就是抵抗运动司令部组织的。在此之后，这支特种部队还组织了一系列的敌后破坏行动，例如突袭俄罗斯的军用列车，破坏卢甘斯克的地面通信线路，协助摧毁了利佩茨克的机场、夏诺夫哥罗德的军火工厂等等。可以说，在俄罗斯占领区以及俄罗斯本土的作战，如果没有抵抗运动从中协调，乌军的无人机和制导炸弹是很难取得如此大量的战果的。不过，由于其敌后作战的特殊性质，抵抗运动司令部的行动细节受到乌军的高度保密，我们现在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清楚。除了这个神秘的抵抗组织以外，乌克兰还有几个公开性比较高的部队，例如总部在赫梅利尼茨基的第8特战团，由当年的苏联红军第8特别旅改编而来。在成为乌克兰特战的一部分之前，曾多次以第8独立特战团的番号执行国际维和行动和军事演习，可以说是乌克兰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在2023年的巴赫穆特战役期间，还出现过单兵打下苏25的战绩。之后是驻地在克罗皮夫尼斯基的第3特种团，1991年由苏联军情局下属的第10特种旅改编而来。2024年6月12日，这支部队的 FPV 无人机飞手击毁了俄军最先进的 2416GM 移动通信站。除了这些一线的作战部队以外，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还下属多个信息和心理战中心、参谋支援营以及训练中心等辅助单位。说完了乌克兰军方的特种部队，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的特警队。前面我们说到2014年俄罗斯派出了小绿人前往克里米亚执行颠覆活动，而乌克兰这边出现最多的要数乌克兰内务部的金雕特种部队，但他们的名声实在是称不上有多好，或者说糟糕透顶了。金雕这支部队其实是一支特警队，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由原来的苏联防暴警察部队演变而来。最初，金雕部队是一支用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特警力量。大家都知道，原本苏联那一块帮派就多，苏联解体之后更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从理论上来说，这支部队应该承担打击黑帮、保护民众的责任。然而，这支部队的德行却不怎么好，突出一个有奶就是娘，多次因为不务正业甚至助纣为虐而变得声名狼藉。例如，早在1995年就金雕部队帮助犯罪分子逃脱的记录，2004年帮助库奇马政府打压反对派，2014年又当了亚努维克奇的狗腿子，暴力打压广场起义。因此，在亚努维克奇逃往俄罗斯以后，乌克兰代理内政部长阿尔森·阿瓦科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散金雕特战队。自此以后，大部分金雕特战队的士兵被拆分打散，分入了各地的乌克兰国民警卫队，而有一些死忠分子则倒向了克里米亚，准确地说是投入了俄罗斯的怀抱。金雕特战队解散的第2天，新任的塞瓦斯托波尔市长就宣布组建一支新的金雕特警队，来维护塞瓦斯托波尔的公共秩序，并积极吸纳乌克兰境内的前金雕队员。3天后，普京政府宣布将克里米亚这支金雕特种部队纳入俄罗斯内务部管辖，几年后又移交到俄罗斯国家禁卫军。直到今天，这支部队仍然有着400人左右的规模，主要活动在克里米亚地区。除了这支摆不上台面的金雕特战队以外，乌克兰还有一支真正的精英特战部队，那就是乌克兰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大队。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立刻就会想到当年苏联克格勃下属的阿尔法大队。没错，乌克兰的这个阿尔法大队和苏联的那个是同根同源的，和如今俄罗斯联邦的阿尔法算是兄弟关系。在慕尼黑惨案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培训自己的反恐特战力量。西德有了 GSG9 之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下令组建了阿尔法小组，负责保护莫斯科的安全。
之后的几年里，苏联的各个重要经济政治中心也都开始筹建了自己的阿尔法部队。不过，乌克兰这边的阿尔法小队建立的要晚上不少。直到1990年，克格勃第7局才开始以极其严格的条件，在基辅选拔人才，组建阿尔法小队。在最初的120个克格勃特工中，只有15人通过了选拔。令这群特战精英没想到的是，第2年他们就撞上了苏联解体，并被乌克兰安全局收入麾下，形成了现在的乌克兰阿尔法大队。自成立开始一直到2010年，这支阿尔法特种部队一共执行了7000多次任务，包括查禁枪械、缉毒、逮捕暴力团伙和黑帮等，没有出现一次伤亡。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这支部队也受到金雕的影响，以及指挥官叛逃的牵连，遭到了清洗和重组，并且很快就投入了顿巴斯战争中。据称，在2014年6月，这支部队在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交火中首次出现伤亡。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期间，阿尔法小组的队员在基辅北部伏击并消灭了车臣的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在哈尔科夫保卫战夺回库皮扬斯克期间，也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总的来说，乌克兰的特种部队规模较大，装备虽然和一些不计成本的大户没法比，但也算得上是比较精良。再加上俄乌战争的磨练，这些部队的真实作战水平虽然和美军精锐部队可能还有一些差距，但已经远超一些寻常国家的特警和特战队了。至于在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库洛米，这并不是俄乌战场上第一次出现亚文化符号。我们偶尔会看到用亚文化或者动漫贴纸掩饰自己的配枪的俄军或者乌军士兵。在我们每天打开出现在互联网上找乐子的同时，偶尔蹦出来的这些照片和视频不断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对面战壕里的敌人也有可能是你的网友。